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小奶奶。那是。OK。感觉像个馒头一样。我需要你来。好，我来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大家好，我是小萝卜，欢迎来到加五棒的新一期视频。本期视频呢，我邀请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嘉宾，噔噔噔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墨毅。6个小时前，对吧？对，6个小时前吧。刚刚比完赛，非常轻松拿了个冠军。准备了10天，对。对，准备了10天拿了一个全国冠军，简直了。所以我把一哥邀请过来，他明天会在上海有个训练营，然后现在一起练一发胸，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手臂训练，大家都非常喜欢看。你看到大家评论了吗？手臂训练，看了，好多人喜欢看。今天呢，让一哥带着我。再进行一个胸部的训练，胸部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一个肌群。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咱们从下胸开始吧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像我们不能说我们水平高吧，就水平相对比一般的强那么一点点的。下胸开始，咱们从下胸开始。从下胸开始。对，下胸开始。那你觉得普通爱好者需要下胸还是上胸？普通的爱好者，我觉得就看你个人的一个肌肉量，整个胸大肌的肉量不足的情况下，我建议你就从平板杠铃或者平板哑铃。当你的整体的肉量起来之后呢，咱们再去调整你的上胸或者是下胸、胸内或者胸外，再去调整。前提是要有肉量，没有肉量就不要那么好高骛远，踏踏实实训练就好。因为我知道一哥的练胸有独特的之处。你可以把胸分得非常细，可以分为9个细节，是吧？分得再细点可能更多，因为备赛的时候我练的会更细。对我来说，胸就这一块。我操，好沉啊！你可能是因为刚比完赛。对，刚比完赛怎么这么重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小奶奶。我真觉得就是你的中缝也很厚，就是内侧这一块，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一定要注意顶峰收缩。运动员也好，爱好者也好，推的时候特别快，就喜欢75成。对，咱们做抗阻训练，你讲究的就是长位移嘛。当然你顶峰收缩呢，你位移的结果要有，位移拉得很长，收到这儿，那你为什么不收直了呢？那内侧缘很多人胸就2侧特别大，中间凹的厉害。那你的手臂会打直吗？重量小完全伸直，重量大感觉关节压力大的时候微曲一点。对。而且你的胸型感觉我没有找到跟你一样的，比较厚实是吧？不太好形容，这种胸没见过，这种胸没有见过。我可以看一下，我给你放个一哥的这个胸放在这里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来判断一下这个胸。我跟你说，手感可好了，看他的胸。真硬，我靠，有点硬。没有人能做主。真的假的？你说完我都想直接加满了，是吧？来，我想是75可重啊，75公斤。我知道，刚才赶着，主要刚比完赛不行，推不动了，没劲儿。他要能推到75，我跟你说做6个，我叫他一声。叫什么？你还说这叫什么呀？观众们。我操，有点重。我操，推不动。哇！偷拍！哇！光明正大的偷拍。我操，这个6个都费劲儿。你的75，我跟你讲，下回吃饱了，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我得75，10个。那是。走。那是。那是。哇。那是 ，OK， 好，小心。我操，太重了这个。练完了没有女孩喜欢。没有女孩，前面没有一个女孩。爸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走。那个，我操。我操，这一下子舒服好多。
前束啊？这怎么感觉多出来一块？没有，分的细。就这边。前束就是前束。我也前束就是这一块。怎么会呢？这里也是。这儿也都是前束啊。我操。中前束嘛。我感觉是你这个肌群可以叫为中前上束。中前上可以。你再含点胸呢？对，撑直，对，停一下，撑直停一下，往内收程度大一点，对，撑直，含胸撑直，对，含胸撑直，对，撑直。真不直了，我靠！要对那个中缝的这个收缩，内侧圆刺激会更好，因为你挺胸的话，它始终都是外侧。对。含胸向内收，尤其是手肘，很多人老是撑的时候撑到三头上。对，那也是手肘。是从这里。对，手肘内收，它只有一个走伸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大臂内收的动作做的不充分，所以它胸的感觉就特别差。然后撑完了，手臂越来越大个。别，他妈也太难了，练到后背还得辅助。一哥这个，所以我背就是这么练起来的，老做超级组。但是带我的时候还带着别人上私教。好。那你固身真的不3头快速的姿势更多吗？我感觉一打直这边就宰推，come on，1、2，走。OK， 哇，没问题。你伸直试试，伸直，完全推直，对。这收缩多好呀！伸直，对，伸直没问题。come on，OK， 啊，好。你这皮儿是不是他妈加东西了？这皮儿这么重啊，感觉。地线一个80、12吧。好。其实你不用减那么快。来了，开始了。减太快了。开始了。Mercy， 有一个 Mercy，OK， 好了，好，一个开始吧，一个快点，4、5、6，哈哈，不轻松了。我需要你来。好，我来了。多少人多滑一下滑一下。哎呀，我操！走，还有7个。还有7个吗？啊，你刚做7个。健身的人给别人数的都特别认真。对，给自己数的时候都会少数2个。走。是。最后一个。问木。出奶了。出奶了。几个？6、80是不是？什么8、6、80？不是10、12、16吗？80、12吧。80、14。慢慢来。没有毛病，来开始，走。推直点。就是7、8，你多数了9，真的，妈，你真的多数了。我绝对没有多数，一看回放。14，轻松7，为他喝酒。7、6、5，伸直3，往4，还有3个，看吧，4个，1，伸直，有点压着了，还有2个，1个，你他妈，我绝对他妈数了7，我刚绝对做了7个了，我操，干死我！不摘了呀，还摘啥？你还要再做一组？哦，不推了，那就摘掉吧。吓坏我了。过来看一下。真的买了吗？做7个我还是叫你声爷。不是，你要做不了怎么办？做不了，叫我一声爷。我先感觉一下行吗？7个是吧？对，你做不了叫我声爷啊。如果我做了，你也不用叫我，也不用叫你。下一次我就做10个。如果我做不了，我叫你声爷，好吧？可以。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重点。不行。
啊，受不了！我操！各位观众，你凶，来，跟你一样，来，Come on！ 哦，没问题，走，再来一个，Come on， 走，好，我操！我下回来我要做不了这个7个码的，我叫所有的医生爷。你下次下了啊，大家视频为证。你们如果想被一哥叫声爷，那么请在弹幕上扣个1。那我要做了呢。你要做了，我让所有人给你搞1000个爷，行，没有毛病。给你攒1000个爷。我操 ，easy， 没问题。走，是。走。 OK。我操，是有点痛。20，没有痛哪？那胸这里连接了好多。不行了。它有一个像锁骨连接这个胸的时候，一根一根一根。丝儿吗？是啊，那不就胸的丝儿吗？你看我用劲儿。我现在不够细哦，你没看我去年世锦赛，我靠那个胸，我自己看完都害怕。你这是多角肌？多角肌对啊，你说前面是吧？对，我就是这边窄，因为我以前练的很少。我不是啊，我是右侧窄，你没发现我从中线分开，我这边他妈没这边宽吗？你看我这边能撑得很宽。我这边不行，我这边一撑他妈跟2比1。顺便告诉大家，就是练造型一定要2只手都要练，不能只练一侧。练一侧这就是因为以前最早我们没人教我们去改你的习惯，因为习惯是最难改。你刚才说让我去做那个飞鸟夹胸的时候，就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。养好了习惯，你才会走得更远。只要好的习惯，它可以让你的加起来进步会很大。对。但如果是不好的习惯，也同样会减缓你的进步，或者是方向就偏了。对，方向偏了，你项目就会出问题。今天也是刚结束一哥的这个全国赛，应该是2020年第1场。对，第一场比赛，我也作为嘉宾去看了另外一个商业赛。怎么讲？维度比我大，觉得甚至比你还要大。对。但是比例，然后整体的这个造型都很成问题。已经这么大肌肉量，你再想去改好，我觉得非常困难了。说一个可能会比较得罪人的话，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别不好的现象，就是因为很多教的人他的引导思想上有问题。思想就是一个审美非常重要，还有一个训练哲学。对，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比赛它是存在兼项的这个问题。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能兼项，每个项目都有它自己独有的特征，就是千万健体它就是健体，古典就是古典，健美就是健美，分得非常细。那你就要知道健体应该是什么样的，它应该是什么样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了解健体的一个审美，了解裁判的一个喜好，对，正确的方向发展是最重要的。你不一定进步有多快，但你只要往正确的方向去走，我觉得会取得的成绩绝对是比你。就不需要着急，包括我有很多学生啊，或者很多小孩，就是比较浮躁，就是很着急啊。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已经练了多少年了，我到今年都已经9年了，经常2练3练的。对，在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跟一哥去学习一下，因为我是属于那种非常不努力的职业运动员，非常不努力。因为你想看现在我1周就4练到5练，但是我只练弱点。对，你缺点在哪儿？肯定是弱势优先，先练缺点，那你吸收它的肌肉生长，那肯定是在这块儿。你没有破坏的地方，它怎么会去长呢？这样也是一种办法。但是我觉得，就像你刚说的，就作为职业的运动员来说，对，还需要训练你的肌肉质量，对，因为它是需要年限的，你不可能短时间你的肌肉质量非常高，它就是通过训练有效的一个刺激的累积，肌肉成熟度非常的重要。在我看来，你需要不断提高你的训练技巧。像我今天整套训练以后，我会发现我胸部的弱点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导致的。比如说我的胸部的中缝就是比较薄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很薄，你这边是均衡的厚，就是非常均衡，稍微比较平整一点。对，比较平整一点。然后呢，我是从外到内，就是从厚到薄，因为
我的每次收缩就是75%和90%的成比较多，剩下10%到25%。对，每次都会差一点，就是虚荣心战胜我的这个。是，我也会都会，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嘛，你能用小重量把自己练大，干嘛要用大重量呢？这个才是水平。对，这个。但确实我不是那个水平啊，我推的平时挺大。还是需要大重量，大重量，但是大重量是建立在非常标准以及非常好的肌肉的拉伸和收缩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的背一直以前长不起来。然后我找老师学习，他就说我的每次的拉伸的后半程，总是会松掉，就是这里有，到这里的时候就容易松掉。张力没有，你不可能有一段是放松的，那你这肯定就是白做工嘛，而且推到完自己也累，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。刚开始去健身的时候都知道这个，但没有几个人做到。对，忽略掉了。这就像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也知道顶峰收缩，我也知道这，那为什么你练不好呢？这就是原因了，太浮躁。就往往把最简单的东西给忽略掉，虚荣心的这个问题。有时候你跟朋友一块练啊，他推的比你沉，哎呀不行，我要比他还重。对，就是这种状态。说的就是我忽略掉了这个东西。非常感谢毅哥，然后每次过来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东西，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。没有到互相了。哦，这样子。毅哥之前的那个终极目标是5指还是4指？4指吗？我平时有4指多点，减干了差不多充血也就4指吧。3指。还有1厘米的厚度跟你胸可以了，一般我看胸是怎么看啊？咱们这个奶头朝在哪儿？奶头朝上，那还嫩点儿。一般奶头都是冲下。没有，有的人奶头就是朝上的。是有，但是这是极个别，普遍的胸型都是应该练到很发达，都是肯定朝下。你看传统健美的有朝上的吗？之前我记得我跟那个王华老师，他说他朝上啊？没有，他朝下。华哥不朝下。他说他到后来练到后来已经看不到乳头了。就是看不见，我自己低头也看不见，看见就说明我还是个垃圾，我是个弟弟。开玩笑的，就是每个人追求不一样。第2次拍训练视频，然后每次都有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在这个屏幕敲一个2，然后应该敲3，对，想出第3部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留言。下次我们可以约练个背。OK， 还有前面的一个赌约呢，叫爷的那个。毅哥牛逼打到公屏上，然后他会回来的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